各位朋友好，黑面琵鹭已经来了，所以今天一大早先到永安去看看。走。早上7点半，永安这边没看到黑面琵鹭。离开永安之后，我们就到了七股曾文溪口。曾文溪口黑面琵鹭保育区，这是第二赏鸟亭。黑面琵鹭在很远的地方大概超过200米。这里李明华老师说有18只黑皮已经到了那这个镜头里面现在是14只。七股主基地现在水位相当的高早上9点半我到的时候是早上9点半，水位很高，于是我就在渔温区绕一绕，结果绕到了我以前曾经住的地方。我在回味我在七股的时候，我住过2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这里，这一排，这一间，这一间，这是浴室，这边是仓库，它现在好像也有房间在这里。这旁边正好是一条沟。我以前常常在房间里面拍这个沟对面的那个螃蟹，很多招潮蟹后蟹什么凶狠圆轴蟹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或者是没事在家里的时候，就会对着外面拍。这间是它的仓库，这边这边原来它跨过来这里有一个小商店，现在已经拆掉了。这小商店一个阿婆，我就是跟她租房子的，她住在这里这有2层然后它地下室不是下面这一层是开杂货店然后在这个水沟上面这里，它原来是搭起来，这边是卖吃的他有煮些面什么的，他一个人生活在这里我在这里住了11个月，后来因为太热了，这里也没有冷气，电扇这样吹也是很热，所以我住了11个月以后，
我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后来这里发生了一个凶杀案，这个阿婆啊，她在店里面卖东西的时候，就是有2个男女是吸毒的，他们来吃东西，然后那个女的就是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啊，那阿婆在煮面，另外一个啦就去他的杂货店这边的柜子里面去偷钱，就被阿婆发现了啊，然后喝止过来阻止，结果他那个一个男的就拿刀把阿婆给杀了。这个事件是我离开以后，后来我搬到新的地方去以后啊，我听王老师说，警方曾经要约谈我，后来没有，因为已经破案了啊。那个是一个吸毒的男女。我现在回忆一下，这个是在北渔温区，然后我车子都停在这边，呢，很方便呢。可是啊，有一天我就发现我车子里面有老鼠窝，把我那个电线都咬断了好几根。所以这里，因为呢天气冷的时候啊，车子里面温暖。这个房子好像有经过整修过，我有简单的整修过。大概阿婆她儿子曾经在这里有要把它再处理一下。这边彩绘以前都没有的。是，来回味一下这个十几年前呢，将近20年了，在这边生活的情况。这次出门拍鸟，主要就是为了要追黑皮，所以离开七股以后，我就到了嘉义鳌骨湿地。鳌骨湿地听说黑面琵鹭也来了，可是呢，我大致绕了一下，并没有看到。倒是鳌骨现在可以拍的不少啊，小 PT 筑巢，现在是一只雏鸟，一个蛋。这个夜鹭抓鱼这是它们眼花相当的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夜鹭它飞到水里面去抓鱼而且成功率蛮高的。以前曾经在广兴那边看到夜鹭飞下来抓一条好大的鱼。他这个技能已经熟练了。当然，来鳌骨不能错过这个鸬鹚它正在孵蛋。这个我上次说它是单氏鸬鹚这是我的推测并不是确定的那有些鸟友认为说，单氏鸬鹚它主要是筑巢在悬崖峭壁
那筑巢在树上应该不是，但是如此啊。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晓得这个黑面琵鹭它也是筑在这个悬崖峭壁上面，它们的筑巢。但是黑面琵鹭也有筑巢在树上的啊。早期我们在行人头上面就看过。当然，我并不排除说这个是普通如此，但是目前还存疑就是了。现在是公鸟在孵蛋啊，母鸟刚刚离开，它1个多小时才回来，我们等在那边这大太阳底下，哎呀，真是有点辛苦啊。鳌骨啊，拍完这几种鸟以后啊，我们就要转往布袋，因为这个布袋呀，王老师已经看到，上一次看到有30几只的黑皮啊已经来了，所以我这一次是跟王老师约好到布袋啊去拍黑皮。到的时候已经3点多了。不过呢，因为这个还是接近傍晚的时候，光影啊，还有那个热扰流会少一点，会漂亮一点啊。我们就在这边慢慢的拍啊，要等到太阳西下。这是在布袋国中对面啊，省道17线旁边，不过它是比较接近这个，就是往七股这个方向啊，就是从那个头那边过来，一直走到转弯，在尾段比较尾段那里啊。现在刚好在夕阳之下，这些黑皮在那里觅食啊，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温馨的。现在渔翁里面到处都有野狗，不过那个黑面琵鹭啊，并没有感觉到受到什么干扰。除非是野狗去追它，要不然它们大自然中都是和平共处的。今天拍黑皮走了3个地方，一个是永安湿地，然后是到七股，然后到鳌骨。